上次我最后讲的是，由于我发现中国的社会有种种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在1952年高中毕业的前夕决定走人。但是因为走不了，所以被迫留在大陆，长达30年。那么往后要讲的都是在大陆的生活。那么在讲这个大陆的生活之前呢，我要再讲一讲印尼的事。要讲什么呢？荷兰统治印尼的殖民地时代的社会制度和毛泽东统治中国的社会制度作为一个比较，看看有什么区别。荷兰是在1596年首次登陆印尼，一直到1949年才撤出印尼，总共350年，那是很长的时间了。印尼人经常抱怨说，荷兰人统治我们350年，不过这句话是有毛病的。荷兰人并不是一下子占领所有的印尼的地方，不是的。印尼总共有17000多个岛屿，荷兰人是一点一点把这个岛屿占领的。最后是占领苏门答腊北部的雅琪地区，因为雅琪人非常剽悍，而且他是最早改信回教的，回教的这个是狂热的回教徒，这雅琪族啊，他跟荷兰打了30多年的圣战，最后才被荷兰人征服。那个时候已经是到了1908年。那么第2次世界大战，日本就占领印尼了，荷兰人投降。荷兰人占领雅琪不过24年，跟他最早占领的那个350年，那相差很大了，对不对？换句话说，荷兰人占领印尼的岛屿，那个时间是不同的，各个岛屿占领的时间是不同的，不是所有的岛屿占领350年，这个是不同的。那么荷兰人占领印尼，他采取的这个制度是不民主的，他是没有民主选举的。他最高的统治者是荷兰女王任命的总督，由总督来统治印尼，那是没有民主的。为什么殖民地的人民要争取独立？就是要争取民主，这个是最根本的问题。另外是荷兰人采取什么呢？种族不平等。在印尼有3大种族，可以这样说简单的说，一个是白人，就是荷兰人或者外来的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很多这个欧洲人，他们属于白人。那么土著绝大部分是属于中种人，中种它不是黑种，有一部分黑种很少，大部分是中种，这个是第2种民族种族啊。第3是华人，就是华侨，它是黄种。3大种族，这个是不平等的，它采取不平等。
那么具体的说，学校它分荷兰文学校分2种，一种是白人学校，专门收白人；第二种是给土著上的荷兰文学校，土著是不可以上白人学校，就跟过去美国那个黑白学校是分开的一样的。但是有一个特别的情况在印尼，荷兰人统治印尼的时候，有一部分保留土皇帝，一部分保留苏丹，所谓苏丹土皇帝。土皇帝的子女可以上白人学校，那是很少了，个别的，大概只有几个，是吧？另外我顺便说一下，这个很有意思的，有一个人叫苏加诺，他的父亲是因为从事教育工作，他通过特殊的关系，他的儿子这个苏加诺允许上这个白人学校，这个是很特殊的。后来他接着又是上荷兰的白人中学，他一直到大学一直上是荷兰文学校，这叫苏加诺，但是后来因为他是反核，他争取民主嘛，他是民主主义者。他是印尼独立后，他首任总统就是苏加诺，就这个人，他是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直受荷兰的教育。那么我简单说，这个荷兰人开办的这个给土著上的这个学校，所以印尼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从这个荷兰文学校毕业出来的，都是会讲荷兰话的。印尼的知识分子，他有个特点呢，是吧？那么在大城市，还有一种学校是荷兰文学校，专门收华人。所以在印尼有3种学校，对不对？荷兰白人学校、土著荷兰文学校，还有白人的荷兰文学校。这个种族表现在这个学校种族是不平等。那么在法律上，印尼一共有1000种民族，它不同的700种语言。在法律上，土著跟华人是人人平等，部分土著要排华，法律上是不许可的。所以在荷兰统治的时候，没有发生这个土著排华的事件，杀华人的时候不允许的，那是种族平等，在法律上它是平等的，华人跟土著是平等的。一直到印尼独立以后，才出现这个排华。荷兰时期，华人是安全的，因为我本身就在荷兰统治下生活过20年，我是亲自体会，是吧？种族是法律面前各种族是平等的。另外呢，有一定的人权，荷兰当局不会随便抓人的，乱抓人乱杀人，不会的。你一定犯了法才抓人的，他有法律的。你不要看他是殖民地，他有他的法律的，除非你直接反对荷兰，他不会抓你的。那么个人自由可以说是比较充分的，表现在哪里呢？你可以自由迁徙，搬家可以自由，出国
可以自由，找职业可以自由，啊，另外你经商做生意可以自由，只要你不直接反对荷兰，都可以自由。这个自由跟毛泽东统治中国的时候是完全不同了，啊，比方说后来的中国，它有实行这个很明显的户口制度，城乡户口完全不同的。你乡村、农村的人是不能随便搬家的，这个是跟印尼、荷兰时代统治是完全不同的，是吧？那个是纯粹是歧视了，对农民的那是最严重的歧视了。你等于二等公民了，你农民不能搬到城市的。在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很严的，是吧？我随便举个例子，我有一个亲戚，她的丈夫是在郊区，是在农业户口，她本人是城市户口，都不能团聚。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夫妻都不能团聚。因为你农村的户口就在郊区，不能搬到北京。这个时候我是举个例子，所以这个就完全不同了，对不对？你说他殖民地，那比在毛泽东统治中国时期，那自由的多了，那没法比，这个是没法比的，是吧？出国都是自由的，荷兰统治印尼的事情，个人自由基本上不受限制。另外，宗教自由，是吧？你爱信什么教都可以，不受任何干涉的。那么我在大陆，我是49年就到北京了。我记得大概50年，我去参加过。在中山公园开的会是什么呢？批斗一贯道，那个时候是取缔反动会道门，一贯道是被列为反动会道门之一，批斗这个一贯道，把它命名为一贯害人道。那么在荷兰统治印尼的时候，那宗教自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这个是不同的。还有一个言论自由，在印尼荷兰统治的时候，你只要不直接反对荷兰，其他的言论自由都随便的，书也可以随便卖，不受任何限制。什么检查什么没有，那么我再说一说这个游泳池的问题，这个是有种族歧视了，这个是很具体的，是吧？我就举这个例子，因为说种族歧视这个很空洞的，那么具体表现在游泳池是最突出的例子。比方说在棉兰游泳池，荷兰的游泳池是白人游泳池，有色人种不可以进去，华人呢、土著、印度人呢、阿拉伯人呢，不允许上白人游泳池，但是日本人可以，所以这个就是很怪的现象，那么日本人是黄种人呢，他跟中国人一样黄种人，为什么日本人可以进去，中国人不可以进去？所以这个涉及到具体的，荷兰人认为日本人是讲卫生的，中国人不讲卫生，
随便吐痰，这个是最典型的例子。事实上也是这样，所以如果严格说起来，这个也很难怪，是吧？就我所知道，在欧洲最讲究卫生的就是荷兰人，在亚洲最讲究卫生的就是日本人，这个是事实。所以他允许日本人进白人游泳池，不允许中国人进白人游泳池。但是呢，中国人可以自己办的、自己开的游泳池，那华人游泳池免人游，当然那个质量就不如那个白人游泳池。我就举个例子，日本占领印尼期间，就是太平洋战争时期，占领印尼，他就把白人游泳池开放，他作为宣传，说他是尊重有色人种，他是开放了，他这个作为宣传，还做那个设置成电影，我都看了。White man only， 就白人专用游泳池，给打碎了那个牌子，就让这个，他是为了收买这个有色人种，他这个是一种宣传呢，日本人的宣传，就从此这个白人游泳池就开放了。当然，就是战后，那么我呢也可以上那个荷兰游泳池游泳了。我发现游泳池里头的厕所非常特别，它的厕所就是抽水马桶啊，不是一般的抽水马桶，很特殊的，在现在也是只有少数这样的抽水马桶，是最先进的。它下面有一个喷嘴，你解完大便以后，你可以开那个开关啊，那个喷头啊，可以射水，洗对准你的肛门，不用手指，就用水洗你的肛门，那个是最先进的厕所。当时什么20年代呀，你想一想，20年代就有了那个厕所，所以荷兰人你可以见到荷兰人的卫生啊，尊重卫生到什么程度。另外一个要讲到新闻的问题，因为我的哥哥是上这个英文学校，他看的书、杂志什么接触的都是英文，都是英国文化。那么新闻有一个最大的特点要讲事实。你新闻报道如果不讲事实，那要追问的，要道歉的。这个西方新闻是最重视就是事实，因为我这个也接受这个思想，叫 facts，F-A-C-T-S， 事实。但是在中国呢，在阶级斗争的条件下，没有所谓新闻事实，他讲的都是宣传。新闻是成为党的宣传工具，可以不讲事实，是一切都是为了政治服务，这个跟西方的新闻原则是不同的。所以为什么我不接受那个所谓的美帝侵略朝鲜？那个不是事实，是北朝鲜进攻南朝鲜，这个我说过了，对不对？所以我不接受这个，就是因为我在海外接受西方的这个新闻思想，新闻一定要讲事实，所以这个思想是不同的。
我一方面接受左派的思想，但是一方面也接受西方的这种自由思想，所以我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啊，不是单纯的，啊，两方面的思想都接受，是吧？所以这个我一定要讲一讲，为什么我后来啊不适应在中国生活，这个就是跟我在印尼生活过20年是有关系的。还有讲一讲生活跟气候条件也决定我离开中国的原因。本来我到中国并不打算永远留在中国，对不对？我主要是要学军事，我的目的到中国的目的，我说过，对不对？要学军事，就是学习，学完了我回到印尼参加革命，这个是我当初回国的思想，并不打算在中国住。先讲一讲这个气候条件差别太大了，简直是天跟地的差别。印尼的气候条件是它只有雨季跟旱季，它还是夏天，终年常绿，这印尼的气候条件。那么北京的气候条件呢，可以说是非常恶劣。春天刮风沙，从西北来的风沙，屋子里头全是尘土，脏得不得了，印尼没有这个没有风沙。非常不习惯，那个春天那个屋子里头全是尘土，你摸那个桌子，尘土，脏得不得了。夏天很热，我在中国住了30年，最热的时候，摄氏42度。那么印尼最高的温度没有那么高，30多度已经了不起了，这个是完全不同。就是夏天呢，北京的夏天比印尼还热。印尼虽然是热带，它是海洋性气候，没有北京的夏天那么热，秋天最好就是只有2个月，一年里头只有2个月是最好，就是9月到10月，秋高气爽，只有2个月是最好的。到了10月冬天了，那就很冷，最冷是1、2月份。冬天的景象，因为我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看那个落叶，所有的树头落叶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景象，地里头春草不生，一片黄土，最冷到零下20多度地水成冰，刺骨寒风，景象非常凄凉，那个心情完全不同。一到冬天呢，感觉到精神上受到压抑天是灰蒙蒙的，见不到太阳对我来说，对热带来的人来说，简直就是地狱了。所以怎么说，我也得离开北京，说到生活是吧？那也完全不同了。我头一次到北京，不是在那个华侨
青年训练班吗？那个是中央办的保密学校，那个是最保密的学校，华侨青年训练班啊，没有大米的，没有稻米的，稻米是从南方来的，那个时候南方还没有解放啊，是吧？当地的只有玉米跟那个麦子，麦子是很少，产量很少，也不够吃。当时啊，就是解放初期啊，都是从东北来的高粱。我们在那个华侨青年训练班呢、那是最高级的训练班呢、都吃高粱啊，很苦的、啊，那个高粱是最难吃的粮食里头但是我们吃高粱，啊，那个训练班是最高级的话，但吃的是高粱，但是干部他们不吃高粱，所以这个是不同的，是吧？干部他们吃小灶。我们是吃大灶，他们是吃馒头。那么我顺便说一说，在延安的时候，那也不同，干部和士兵是不同的，是不是？不是有一个王世卫啊，他就是因为批评生活上的不平等，啊，说这个吃的也不平等。毛泽东等干部是吃小灶。普通的士兵啊，都是吃那个大锅饭，啊，衣服都分3次，1分30，他就是因为说这句话了，说不平等啊，被打死了。这个是最典型的王世卫所谓人人平等，那实际上没有做到这个平等。50年代的时候，我去过天津，天津有一个叫做干部俱乐部，里头有游泳池，那个俱乐部也是专门给干部享受的，百姓不能进去。我是有干部带我进去的，有游泳池，所以这个等于一样啊，对不对？你看那个荷兰那个殖民地，那是一样的，是不是？他这个换一个，啊，在印尼是白人，那么在中国是干部了，高干了，啊，我还顺便说一说这个学校，啊，在北京后来产生了什么呢？高干子弟学校，啊，101中学，那是专门收高干子弟，平民百姓不能进去的。这个就等于印尼那个白人学校的一样了，对不对？啊，还有，我原来不是在师中吗？上学，后来也到师大附中一部，师大附中一部和师中是北京最好的中学。这个两间中学后来都变成高干子弟专用学校，平民百姓也不能上去了。所以这个比较，对不对？殖民地的那个和白人就相当于中国的高干了，啊，是不是？在殖民地那是白人，是特权阶级；那么在中国那是高干，是特权阶级。这个对比，对不对？还有，在印尼有一个商店叫做办馆，办事的办，管理的管，是专门卖荷兰的饰品、欧洲的饰品、进口饰品，什么香肠啊、巧克力啊、这个火腿啊，对不对？专门卖给白人的饰品叫做办馆。但是这个商店呢，它不限制白人买，你华人和土著也可以买，不过那个价钱很贵，一般土著根本买不起那个东西。那么在中国呢，有一种叫做特供，特别供应，
那么特别供应高干的食品，那是一般人是没有那个资格享受特供啊。所以说，中国的这个管制啊，比殖民地荷兰的管制还要严，是吧？它的特权更厉害啊，是吧？比荷兰那个白人种族主义者的特权更严重。